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井上裕之先生所著的《一流的人格魅力》这本书。书中提出一个核心观点：任何人都能成为一流的人，而其中最关键的，就是养成提升人格魅力的最佳习惯。首先，我想介绍的第一个习惯就是自责的习惯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呢？自责指的是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由自己引起的，自己所做的选择和行为造成了现实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所有事情都是自己负责的，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比如经常看到一些人说，你说这样做能赚钱，我才投资的，结果一点都没赚到，反而亏了，真是亏大了，然后责怪别人。但其实决定相信对方并进行投资的是您自己，因此不是去责怪别人，而是应该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，这就是自责。与自责相对的是他责，他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和问题归咎于别人。比如，你说能赚钱的，我投资后却亏了，你怎么负责？这种思维就是他责。又或者，我按照你的建议做了，结果失败了，你要怎么办？这也是他责思维。逃避自己责任的行为就是他责思维。如果一个人习惯于他责思维，那么他的成长就会被阻碍，问题解决的能力也会降低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得不顺利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养成自责的习惯，这正是高人类能力者的共同特征。认清自己缺点和失败，并承担责任，是促进自己成长、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。如果您能以自责为基础，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，都能接受现实。如果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并做出决策，就不容易被外界影响，结果也会自然显现出来。当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，如果您认为是自己有责任，那么解决办法也会更容易找到。比如有一次和朋友见面，感觉那个人态度冷淡，给人的印象不好。其实这个局面是自己创造的，因为是我选择见面，所以我应该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责怪对方。当我把注意力转向自己，理解为什么那个人心情不好时，就会知道下次不和他见面，这样问题就有了解决方法。这种自我责任感使得您不再责怪别人，最终会让您的人际关系更加顺利。当您尝试挑战某些事情时，您可能会听到有人说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啊？真是个愚蠢的家伙，甚至可能会被嘲笑。然而，当您意识到这些言语背后的含义时，可以选择这样看待问题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，说明你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这是因为你仍然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。这时，与其对这些恶语恶评做出反应，让自己心情变差，不如把它们当成鞭策自己的动力，告诉自己，我还远远不够，还要继续努力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当您站得更高时，那些流言蜚语自然听不到了。所以，鼓励自己向更高的地方攀登，才是更好的选择。当您能够把这类问题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时，您不仅可以忽视恶语重伤，还能把这些变成自己成长的动力。培养自责思维的人往往更受他人尊重和喜爱，因为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起责任，这让他们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社交关系会更加融洽和顺畅。此外，自责思维的人活得坚定而有主见，因此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尊敬。与此同时，自责思维还能带来显著的成长优势，因为他们总是把问题和失败归因于自己，从而能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，找到失败的原因，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接下来是提升人格魅力的第二个习惯，坦率的习惯。大家认为自己是坦率的人吗？无论是与人交往还是学习新事物，您是否能够坦然接受别人的意见？同时，您是否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？作者认为，真正坦率的人或许只占到4%，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现象。例如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
我们的观念可能变得越发固化，这会让我们难以坦率地倾听别人的意见，即使听到一些很好的建议，也会因为固有的价值观阻碍自己去接受。因此，作者建议，当上司、前辈或值得信赖的人提出意见时，如果你无法确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，就先坦率地接受并付诸行动。在工作中，坦率接受意见还可能让上司或前辈愿意提携您。同样也要倾听比自己年轻的人的意见，不要因为对方年纪小而忽视他们的看法。即便是年轻人的建议，只要您觉得有道理，也应该坦率地接纳，这样您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充实。很多书中会告诉我们，不要轻信别人，要学会怀疑，这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必要，尤其是面对网络上来源不明或缺乏依据的信息时，保持怀疑有助于避免被骗。然而，当信息来源可靠，比如是值得信赖的文献、教授或者亲近之人时，学会坦率的接受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，我们的前进速度会被大大减慢。尤其是当您的生活或工作不如意时，坦率接受比自己更成功、更值得尊敬之人的建议，会让您更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。比如，作者自己对于那些他认为社会地位高、有成就的人，会完全接受他们的言行，因为他认为怀疑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曲折。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到，想要成功，必须保持一颗坦率的心。如果我们总是对所有事情抱有怀疑态度，就会把时间浪费在怀疑上，最终什么都不会付诸行动。而如果不采取行动，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您认为可以信任或尊敬的人提供的建议，不妨先坦诚接受并付诸行动。如果行动后发现结果不尽如人意，再重新思考或向对方提问。然而，在坦率行动时，往往会被得失心所干扰。得失心指的是只追求眼前利益。当有人提出建议时，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想，这样做对我有利吗？或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？这些想法往往会阻碍我们的坦率行动，使我们无法倾听他人的建议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即便感觉可能会吃亏或无用，也要坦诚且执着地去行动，因为专注眼前利益的人，最终往往会得不偿失。这是因为，一个人是否被得失心驱动，周围人很容易看穿。作者回顾自己60年的生活经历，表示从未见过一个靠得失心行动而真正获利的人。如果被周围人认为是只顾自身利益的人，形象自然不会太好。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中，我们都无法单独成事，必须依靠他人的支持。如果因为过于计较得失而疏远他人，最终只会失去成功的机会。反之，那些心怀利他精神的人，即使看似吃亏，也会因为为他人着想而赢得人心。这不仅有助于事业发展，也能在困境中得到他人的援助，最终实际上是更大的收获。此外，坦率的人在社交中也更令人容易接近，他们敢于坦诚表达真实想法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能更轻松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，而不必费心猜测或迎合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表里不一、外表敷衍却内心抗拒的人，不仅令人感到费劲，还可能无意间增加了维系关系的成本。坦率的人也往往对自己的感受坦率，不会说谎，因为他们愿意承认错误和失败，从而没有说谎的必要。不说谎是一个人值得信赖的重要品质之一，因此让我们尝试活得更坦率一些，或许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和充实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